这个实验有多恐怖？男人头戴黑帽，手持电棍，薅着女人的头发来到椅子边，用电棍示意女孩坐下。女人没有反抗的余地，只能乖乖照做。还没缓过神，等他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发现自己被绑在椅子上。不等女人求饶，男人又给她戴上一个 VR 眼镜，循环播放恐怖画面，好让女人无法入睡。此时女人还不知道，他们正在进行一场恐怖的实验，这一切都是以直播的形式进行。直播间里成百上千的观众们正津津有味地看着。我们都知道，人如果不吃食物，最多能活7天；人如果在只喝水的情况下，最多能活15天。但如果人10天不睡觉，人体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？这就是接下来要进行的变态实验。女人叫小美，参加工作不久后就搬出来独居。然而她不知道的是，一个黑暗组织盯上了她，24小时监控小美的生活。这天，小美刚下班回到家，欣赏着自己买回来的小鱼，下一秒就被塑料袋子蒙住了头。等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被困在一间密室里。她站起身，大声呼喊，观察四周，只发现一个奇怪的摄像头，跑到门边，扯着嗓子叫喊了半天，也没有人搭理。此时直播间的人数不断上升，小美对着摄像头求救，这让观众更加的兴奋，期待来一场绝佳的视听盛宴。小美喊累了，瘫坐在门边，寻思着这到底是咋回事。这时广播突然响起，开始讲述这里的规则。首先欢迎她的到来，只要她能够连续10天不睡觉，第11天就会放她走。每天早8点和晚8点都有特别节目，其他时间她可以休息，但绝对不能睡觉。小美这才意识到自己被变态绑架了。这时广播又传出一个小女孩的声音，说自己是小美的孩子，还说是妈妈夺走了她的生命。小美这时候才想起来，早年间确实怀过一个孩子，但年少不懂事做了流产。看来这个幕后黑手很了解小美。这时候小女孩又发出声音，说只要小美在房间里找到自己，就可以放她离开。小美半信半疑，但还是决定试一试。观察了半天，只看见角落里有一个大铁桶。小美缓缓走过去，打开一看，差点没把昨晚的饭给吐出来，里面竟然是一大堆散发着阵阵恶臭的碎肉。小美想放弃，广播里小女孩又开始搞事情，不停的怂恿，说自己就在桶里面。小美只能强忍着恶心，把手放进去捣鼓，果然揪出来一个洋娃娃。小美吓得扔到一边去。这时大门开了，走进来一个包裹得严严实实的黑衣人，他把小美捆绑在椅子上，给她戴上 VR 眼镜，不停地播放恐怖的视频。这是一场惨无人道的实验，美女被关进密室，10天10夜不能睡觉，全球同步直播，观看人数高达上百万。小美在恐惧和紧张中度过了第1天。第2天早上8点，小美被关进了另一间小黑屋，这里的气温低至-50度，小美被冻得直哆嗦。这时候广播里传来一个问题，如果有5个病人需要器官移植，他会杀了自己的父亲来救治5个病人吗？只要小美回答不愿意，黑衣人就用高压水枪喷射她。小美在一次次刺激下终于回答了愿意，这才结束了酷刑，只能蜷缩起来保暖。经过8个小时的痛苦折磨，小美再次被带回了密室。第3天早上的8点，黑衣人搬了把小椅子过来，又绑来一个被罩着头的女人，把她绑在椅子上，和小美面对面。这次他们想玩点刺激的，来一场不公平的抢答游戏，就是抢答广播里的问题，谁能先回答出问题，谁就赢得了胜利，输的人就会被枪毙。小美却害怕的不敢回答，对方的女孩则被塞着嘴巴，根本无法回答。此时广播再次响起，如果不回答，2个人都要死。小美为了活命，只好回答出了问题，可惜她是个学渣，这道题答错了。于是黑衣人掏出手枪，将女孩一枪爆头，简直毫无人性可言。小美被吓得哇哇大哭，无论自己怎么做，都无法逃脱幕后黑手的魔爪。黑衣人把尸体拖出去后，还不忘清理一下血迹。此时直播间开始有人说这只是在演戏，但更多的人看到的是刺激，期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黑衣人表示这还只是前菜，新进来直播间的朋友动动你们的小手，点赞加关注，把赞点到1000万，好戏还在后头。随后小美就被黑衣人套上了 VR 眼镜，再次度过一个不眠不休的夜晚。时间来到了第4天，过去的4天里，小美每天都要不停地接受刺激，不是看恐怖电影，就是她痛苦的挣扎。可只要稍微有闭眼睛睡着的迹象，就会被警报叫醒。此时的她已经到了虚脱的边缘，腿软的甚至站不起身。黑衣人把她的铁链解开，小美只能艰难地爬到墙边休息。可还没放松多久，黑衣人又进来了。这次他推来了一辆餐车，里面是丰盛的早餐，柜子上放着一大串钥匙，柜门却是锁着的。这时广播突然响起，提示小美她只有1分钟的时间找到钥匙逃命。随后倒计时开始，此刻的小美眼里只有食物，她已经饿得不行了，拿起钥匙不断尝试，好不容易打开柜
门，对着食物狼吞虎咽，直到最后1秒结束，广播才告诉小美。小美后悔地直拍自己的脑袋，黑衣人走上前，准备再次将她绑在椅子上。吃饱的小美突然发动袭击，对着黑衣人狠狠踹了一脚，然后抢走钥匙，飞奔到门边，哆哆嗦嗦地开始一把一把的试。好不容易找到钥匙，就在快要把门打开的时候，黑衣人冲了上来，将小美电晕在地。直播间的人们越来越兴奋了，观看的人数也越来越多，人们都在猜测黑衣人下一步要霍霍啥。第5天，小美虚弱的只能在墙上画圈圈，黑衣人把一个木箱子拖进密室，然后对着快要昏死过去的小美就是一个干脆利落的电击。小美被电得一激灵，又晕了过去。黑衣人抱起小美，把她塞进木箱里，用电钻把木箱封死，只留下可以呼气的小孔。等小美醒来，发现自己被困，开始拼命的呼救。这时黑衣人再次走了进来，这次要玩点新花样。木箱再次被打开，黑衣人放进去3只大老鼠。这时广播提示，这些老鼠已经饿了3天3夜，会啃掉一切可以吃的东西。小美和老鼠只有一个能活着出来。此时直播间的观众变得异常兴奋，这是要来一场人鼠大战的节奏。观众们纷纷点赞加关注，到底鹿死谁手？一个人要怎么保持10天10夜不睡觉？在进行到第5天的时候，小美被放进一个木箱里，同时放进去3只饥饿的老鼠。小美只有2种选择，要么杀了老鼠，要么被老鼠吃掉。这就是高度行为唤醒系统。当人在遇到危险的时候，会触发内心的求生欲。现在小美的精神状态就处于这个临界点。箱子内不断传来小美撕心裂肺的尖叫声，很难想象老鼠撕咬身体时的痛苦。半个小时过去后，黑衣人打开箱子，只看到满嘴鲜血、几乎崩溃的小美，还有被他咬死的老鼠的尸体。果然，只有在面对危险时，才能激发出人的生存欲望。但是黑衣人并不打算放过小美，然后又给她戴上 VR 眼镜，血腥恐怖的画面一次又一次刺激她的脑神经。漫长煎熬的长夜又开始了。时间来到第6天，整整144个小时，小美始终没有闭上眼睛睡过觉。这场变态实验就是挑战人的极限，10天不睡觉。她半死不活地躺在地上，突然听到角落里传来手机铃声。她顺着声音找过去，发现那只娃娃的身体里竟然藏着一部手机。更幸运的是，手机信号满格；不幸的是，手机快没电了。小美赶紧拨通报警电话，可问题来了，这是在哪里呢？小美根本无法提供具体位置，还没聊上2句，手机就没电关机了，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也没有了。小美彻底陷入了绝望，一拍大脑门，眼前开始出现奇奇怪怪的幻象，有人在抹脖子，有人在撸铁，还有人在吃大餐。下一秒，小美就被带到手术台上，医生对她的大脑进行了改造。小美虽然意识清醒，但却什么都做不了。做完手术，被扔回了密室。小美虚弱地躺在地上。这时黑衣人将不明液体倒入矿泉水里，放在了小美面前。小美明知被下了药，但还是拿起来喝了下去，因为她已经好多天没有喝过水了。到了第10天的时候，黑衣人又把半死不活的小美绑到椅子上。小美抬起耷拉的眼皮，发现眼前坐着一个龇牙咧嘴的怪物，顿时起劲，拿起锤子一通乱砸。冷静下来后，小美这才发现密室的大门被打开了。她颤颤巍巍走上前，穿过黑暗的通道，终于重见光明。可还没走上几步，小美就因为太虚弱晕倒在马路中央。不一会儿，一辆车子路过，车上走下来2个老巫婆模样的人，把小美带上车。小美并没有去医院，而是艰难地回到自己的家里，赶紧给自己泡个热水澡。女孩子爱美真是骨子里天生的属性。就在小美如释重负的时候，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。她打开门，竟然又是一只怪物。小美疯了，拿起菜刀对着怪物一顿猛砍，怪物倒地。与此同时，直播间的管理员在聊天室里打下试验成功4个字。这场直播到此结束。一段时间后，小美被带到了警局。经过调查发现，小美的大脑构造出现了问题，看到熟人就像看到了怪物一样。被她杀死的那个人正是她的亲生父亲。小美因为精神病被送进了医院。没过多久，又一个女人被抓进密室，她是俄国政府高层的妻子。恐怖组织要利用这个实验成果杀害这个政府高官。不出意外的话，10天后这位高官就会被自己的妻子手刃。看到这里，还是要说一句，睡眠很重要，大家还是不要熬夜了。下期再见，拜拜。